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手撕包菜这么好吃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。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颗大一点的包菜，像视频中这样把中间的硬芯给切下来。现在是包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最好吃的时候。硬芯比较硬，我们就直接扔了。这样处理一下，很轻松的就把菜叶一片一片的掰下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手撕包菜，我们一定要手撕，像视频中这样把菜叶全部撕下来。菜梗我们也不要直接扔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包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叶绿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而且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我们这边才5毛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呢？包菜为什么手撕更好吃一些？因为包菜在撕的时候红切面更大，那样方便入味。接下来把所有的包菜梗切成小刀片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小，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切太小的话，吃起来口感不好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包菜梗我们一定要提前处理一下，往里面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着把所有的包菜叶全部撕成小块。包菜分为2种，春天的包菜我们叫春包，秋天的包菜我们叫秋包。把所有的菜叶撕成视频中这样差不多的大小，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一下，往菜叶里面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因为包菜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包起来的，里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下手抓拌均匀，把食盐抓拌至化开，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小块回肉，切成薄片，其实肉不肉都无所谓，我们就要用回肉里面的油脂来炒包菜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都有肉的味道。接下来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切成薄片，大蒜可以增加包菜的蒜香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小碗中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切成2瓣，同样也切成稍微薄一点的片。全部切好，和蒜片放在一起。准备小段大葱，从中间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小条。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全部切好，和姜蒜放在一起。准备小把干辣椒，提前清洗干净，去掉表面的灰尘，放在小碗中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包菜梗也已经腌制好了。接下来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表面的食盐清洗干净，这样我们在炒制的时候就不会太咸。充分的抓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放在盘中。现在的包菜叶也已经浸泡好了，稍微的抓洗一会儿，把表面的一些杂质淘洗干净。有条件的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表面的一些杂质灰尘全部淘洗干净。淘洗干净以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在准备好的竹筛里面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下来简单的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少许的白糖，1大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1勺蚝油，加入少许的红烧酱油上色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，
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。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厨房小白，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。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接下来把切好的回肉倒在锅中。我们要提前把回肉炒干水分，炒出多余的油脂。大约翻炒2分钟左右，回肉炒至微微的变色，炒出了很多的油脂。接下来加入小半勺的红油豆瓣酱，把豆瓣酱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。把葱姜蒜也倒在锅中，然后把干辣椒也倒下去。包菜加入干辣椒，吃起来更有层次感，香辣味十足。稍微的翻炒一会儿，把所有的辅料炒出香味。把准备好的包菜梗也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把包菜梗炒一下，因为包菜梗和包菜叶的成熟度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提前炒一会儿。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，我们就把包菜叶也倒下去，稍微的翻炒一会儿，把包菜表面的水分炒干。全程开大火，充分的翻炒均匀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锅中，再次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把调味料炒至化开。包菜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。把所有的调味料炒至化开，把包菜炒出锅气。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薯丝包菜就这样做好了。里面加入了回肉，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加入了豆瓣酱，吃起来都有豆瓣的香味。包菜学会这样做，口感爽脆，香辣入味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